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艾瑞克知识频道。这个频道就是专注于台湾人在海外职场的职涯工作分享以及发展。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是我们在国际职场上有哪些优势。就我已经在海外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我们台湾人在海外工作其实还是有一些优势的。第一个呢，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或者是理工教育。就你仔细会思考，我们大学如果是念理工科系的话，我们其实在国际的市场上是很有竞争力的。例如说考大学的时候，我们需要经过高中3年非常严格的数理训练，然后在大学期间呢，还有研究所的6年，让我们有这个扎实的训练。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被训练成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器，那就变成说呢，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还有逻辑思维是很强的，但是呢，我们往往缺乏自己的主见还有想法，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会卡在可能 senior engineer 或者是 principal engineer 的这个阶段，尤其是在国外的公司，然后就比较难再往上升迁到就是比如说 project manager 或者是甚至做决策的人这样子。那这是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其实我们的护照还有我们的身份，在国际的这个工程行业来说，对老板来说是一个很好用的身份。通常现在我们很多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供应链，都是由中国所主导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同时很多的客户端都在这个西方世界，所以我们等于是说台湾的人才同时拥有这2个区域的通行证，因为台湾人去中国大陆其实是蛮容易的嘛，然后我们也可以了解当地的这个语言也是相通的，但同时呢，我们也是我们也算是西方世界的这个盟友之一，所以我们台湾的护照其实去西方大部分的国家是不需要签证的，也会变得很好用。你给你的老板有极大的优势，变成说他可以同时派你去盯中国的供应链，或者是亚洲的供应链，举凡一些钢材、电缆，还有这些重电设备，或者是这种土木基建的这个供应链，它其实是从中国那边来的。那还有就是但是呢，客户端它可能大部分都是在西方世界，那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都是要经过在东南亚生产，那这些原物料或者是上游的这个供应链可能都是跟中国大陆有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你的老板想要你去看这个中国的工厂或者是原物料，然后再回报给欧美的客户开会，那今天其实你拿着台胞证跟护照你就可以出发了，不像可能如果你西方世界的同事啊，他去中国他可能还需要签证，那对他来说语言也不通。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同时拥有一个良好的理工教育，然后这个身份对你来说也很有优势，因为呢，你可能很多工程师的同事他们是从印度或者是中东来的。欧洲的这些公司在用你的时候呢，你会比他们好用很多。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我们工程前一段时间就是想要把一个伊朗的同事，因为他是我们其中很重要一个系统的设计工程师，把他请来越南出差，但是呢，他的签证已经被拒绝了2次呢。那相比之下呢，台湾人就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同时呢，跟你的中国同事比起来，你又可以更融入这个西方的价值跟文化，因为台湾的很大的一部分是受到美国的文化的影响嘛，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西方价值的文化对接其实是非常的融合。那我们去大部分的西方国家还有美国也完全不需要签证，你随时可以出差。那这个就是你身为台湾人很好用的这个优势之一。所以说，在有想要出国工作的话，不要忘记去推销、去 promote 自己这方面的优势给你的不管是国外的面试机会也好，或者是国外的公司也好，这样子。第3个，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在这个工程界的优势，或者是说在这种全球的供应链的优势来说呢，我们的思想跟文化是很跟西方接轨的。那大家知道，大部分的业主或者是大部分的这个甲方都是来自于西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可以提起台湾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想到，我们是第一个就是亚洲同性恋合法的国家。那这是一种在西方文化来说很进步的一个价值。但同时呢，我们又可以包容穆斯林文化，我们
在台北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穆斯林的开斋节，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知不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同时包容各种不同多元的种族跟文化，这个在由西方主导的文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因为呢，你不需要去对于你自己的文化或者是身份上去融入有太多的这个困难。就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工程师，你是移民从这个穆斯林或者是中东国家来的话，你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颠覆你原本的这个系统，或者是你原本的价值观，有办法去融入欧洲或者是美国的文化。但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来说，我们从小就已经很习惯这种多元进步的这个价值。那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我们相对于其他中东或者是印度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优势。这样子，那我觉得大家要去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尤其是在面试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说了这么多优势，我们再来谈一谈可能台湾人的劣势好了。那台湾人劣势呢，很遗憾的，我们就并不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因为你在海外其实你时常可以听到就是台湾人骗台湾人的故事，台湾人就是已经很少人了，然后在欧洲的国家自己还互相内斗，然后就是坑自己人这种事情，其实在欧洲蛮常见的。我们在这种工程行业啊，通常打团体战会比个人单打独斗来得好很多，因为我们做工程行业是打团体战的，但是呢，华人的基因或者是说华人的文化，感觉就是比较喜欢内斗。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就要跟这个印度人学习，因为通常在欧美的大公司，如果有一个高阶主管是印度人，那底下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这个印度的工程师。那最近大家也是在吵说，就是要开放印度的移民不想要开放印度的移民进来嘛。因为他们就是会一个拉一个，然后最后呢，你就看到整个社会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但你不得不说，就是当你想要发展团体，或者是想要让这个民族，或者是让这个团体在海外的势力壮大的话，我们确实是需要这种拉帮结派的精神。但很遗憾的，在海外的这个台湾人或者是华人，很少遇到就是像这样团结的，大部分就是我自己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我不会想说要再去帮助更多的人抢占更多的资源这样子，这也是蛮可惜啦。因为在国外的话，就是我们需要组队去完成任务，或者是用游戏的讲法来说，我们需要组队去打王。那最后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话，其实不如就是我们组队去完成一个任务。因为呢，如果你一个人就冲去打王的话，最后可能就是会被打死了。但很遗憾呢，就是在海外的台湾人通常就是不是很团结，就是已经人很少了，然后还要搞小团体，然后互相排斥或讨厌。这点我们就是要跟印度人学习。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虽然说你可能在台湾你是被教育这是一个优点，但是缺点的地方就是我们太谦虚了。在学校老师都叫你说要谦虚嘛，那这其实是受到这个儒家思想。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出来当个打工仔，大部分都是被资本主义压榨的一方啦，我们都不是老板。那讲难听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高级一点的打工仔去欺负比较低层的这个劳方。那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这个航空公司罢工，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嘛。就很多人就是说，因为他们的飞机 delay， 那就是罢工这件事不可取这样子。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些空服员罢工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他们应该要努力争取他们的权利，而社会大众应该也就是要体会、迁就一下自己一点点坐飞机的不方便，但可能就是换来未来更好的劳动权利这样子。那在欧洲其实都有很强大的工会，导致说欧洲的这个假期，不管是假期也好啊，或者是劳动权利也好啊，就是比台湾好很多。在海外工作，很多时候就是西方的工程师，他可能只有50分或者是60分的实力，但是他面试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吹成100-200分这样子。那台湾则是相反，台湾很多时候你有100分的实力，可是最后因为你谦虚，自己讲成只有50分。那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都是被训练成温顺听话的这个奴隶。对，我讲奴隶就是很像，比如说台湾的这个中小企业或者是
这种乡下的工厂啊，很多时候就是还是用月薪3万块在请工人。那这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就是训练出一群这个温顺听话的奴隶来供资方使用。长大了进公司，公司还会说哦，要你对公司忠诚，就是以厂为家嘛。就是工厂最常听到的话就是以厂为家。那我们的劳动制度其实对于换工作也很不友善啦，它就有点像古代的佃农要对地主忠诚，那现在就只是员工一些低阶员工要对就是公司忠诚，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差别在于你可能比古代的这个佃农还要惨。以前呢，至少你种田，你一辈子有饭吃，然后有地方住，然后可能这个地主还会包吃包住。但在资本主义的这个时代下，公司遇到经济下行的时候，它裁员并不是考虑说你对公司的忠诚度，而是考虑说哦，以公司的股票持有人的这个利益来考虑嘛，他不会考虑说你今天已经在公司工作10年、20年，你很忠诚这样子，但他在洗脑，把你教育成这样子。那最后呢，他会留下来，还是因为你看到你对这个公司有价值、有贡献。那如果你就算做了10年、20年，你对公司没有价值的话，他还是会一脚把你踹开，那最后可能会流落街头。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把你个人当成一个企业在经营、在管理，你不是效忠你的公司，而是你效忠你个人，然后你把你自己打造成一个品牌，去出售你的这个品牌给公司。对，那有更好的机会就尽量的去跳槽。你该负责的是你自己的职涯，而不是你工作上这个公司的利润或者是营运。所以呢，请大家要努力的在一家公司的时候就增进自己的技能，让个人的这家公司呢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茁壮。那下一次呢，你要跟老板谈加薪，或者是你要换工作的时候，你就有相对更多的筹码。那我也是鼓励大家说，只要你有被猎人头接触到的话，你就去面试，工作。因为呢，公司要赚钱，创造更大的利润。那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会把你裁员。那同样的，你也是嘛，你可以为公司提高于你现在所赚到薪资所得的价值。那为什么你要被 underpay， 而不是说去追求更好的，就是追求更好的报酬？我们工作的时间都是大概30年，那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在这30年里面为自己创造最大的利润。这个就是资本主义，没办法，我们现在都只能对自己忠诚，而不是对公司或者是对别人忠诚。那这个是我给大家的建议。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些文章的话，可以在下方的连结到我的网站上面去看，我会分享很多这边我写的文章。然后 YouTube 的话，可能就是用这种对谈或者是讲话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咨询有关于这个外商公司或者是海外的职涯发展的话，你也可以到我的这个网页去填写表单，预约来做，不管是你是外商公司的面试咨询也好，或者是职涯规划的咨询也好，或者是你有一些考试证照方面的咨询也好，那我都很愿意可以就是帮忙你。那有兴趣的话，就到这个影片底下的我的个人网站去查询。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